民主党终于是回魂了啊！中期选举前的4场关键性选举获得大胜，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危矣。从此可以看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可以说是胎死腹中了。美联储一直憋着的大杀招，随着大空头 Michael Burry 的下场，正在图穷匕现。现在的民主党啊，某种意义上算是我们阶段性的战略同盟，在妨碍川普号令盟友围堵，阻止制造业回流美国，保持美国金融业对国内的吸血，然后慢慢自限性的衰落等问题上，我们彼此的诉求是有一致性的。中美博弈最激烈的时候，我就在想，难道民主党和现在已经成为 MAGA 党的共和党还有精英共识吗？川普被我们反将一军这么好的落井下石的机会，民主党要是都把握不了，那美国中兴多少还有点希望了呢。因为大国博弈真正的胜负手在于层层压力传导之下，谁的内部先崩解。如今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新泽西州州长选举、加州重新划选区投票和最打脸的纽约市市长选举这4场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投票中大比分全胜，打得好一手，暗度陈仓。如今啊，敌人的敌人卷土重来，美利坚大地上好戏的开场锣鼓刚刚敲响。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几场胜选真正揭示的美国内部的生态，以及这种内部博弈最核心的交锋点，美联储酝酿着怎样的危局。首先呢，看一下民主党这几位胜选的人选啊，最博人眼球的就是川普的出生地纽约市选出的新主人马姆达尼，他是纽约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首位印度裔市长。胜选演说呢，他也非常有那个民主党的味儿，直接就喊话川普说我知道你在看，还表示没有什么比在大统领的出生地城市顶着大统领的骂声当选市长感觉更好的了。这给大统领发出了一条信号，一份战书啊。特朗普背叛了纽约，纽约给了他回击，我们不仅阻止了特朗普，我们还会阻止下一个特朗普。特朗普之前为了阻止他胜选呢，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先是威胁如果马姆达尼胜选，纽约将失去一切联邦拨款。但是呢，看看现在政府停摆，也一样是分儿逼没有，纽约人民完全不为所动啊。之后他又给马姆达尼扣上了哈马斯的同伙、911恐怖分子的同情者等帽子，之后又把压箱底儿的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贴在了马姆达尼的脑门子上，试图唤起纽约选民们长久以来被植入的这种红色恐惧。这里要说一句啊，这个新市长其实不是共产主义者啊，不谈公有制的任何改良资本主义，本质都是异装癖而已。他最博人眼球的主张呢，其实也就是劫富济贫，给富人加税。我看有分析说啊，这是动了川普的老巢，他才跳得这么高。有这种观点啊，就是对美国富豪的避税能力一无所知。其实这位90后的印度裔穆斯林市长对川普最大的威胁是民主党也找到了一条发动群众，准确的说是发动美国穷人的方法论。这个路子啊被他走通了之后， MAGA 的基本盘就会被分离出去一部分。之前民主党打的是城市白领、中产知识分子、移民和女性选民的牌，主要的票仓呢还是在中上层，底层呢主要是靠发动移民。而随着美国的经济情况逐步恶化，有产者越来越少，中产正在萎缩，相应的滑落的中产带着巨大的愤怒和落差，就转化成了 MAGA。 直白点说，就是民主党的票仓啊，这个知识富裕阶层在减少，而川普得以2次当选的决定性增量，就是这些充满了愤怒的滑落的中产。原本呢，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啊，两党是有一个共识的，为了维护住精英轮庄的长久统治，两党都会默契的防止阶级的联合，通过对行业呀、地域呀、人种啊、信仰啊、价值观等角度的这种支持和筛选，掩盖阶级矛盾，分化阶级同盟，将权贵对普通民众的剥削分化成性别矛盾、地区矛盾、行业矛盾或者种族矛盾。而川普的横空出世啊，其实是不顾可能产生阶级联合的风险，而争取到了经济情况变得不好，迫切希望美国再次伟大的底层本土美国人的支持。这部分的本土美国人还包括移民的2、3代啊。这种坏规矩的做法，其实让两党的老人呢都很不爽。但随着川普的第2次当选，无论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是民主党，都看到了自己原有的这个香火来源呢在萎缩，发动群众这一手还是得用。以前那种适用于1个蓝领养活4个大学生的那种富裕社会的话术啊，不好使了。但是呢，就怪东大，就怪移民，就怪老登，这个套路啊已经被川普用了。民主党如今终于是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团结群众的路，都怪有钱人。那各位说了，民主党不就是各路资本富豪的大本营吗？他们就是有钱人啊。对，这里的玩法就是，既然川普可以用大富豪的身份通过群众反群众，那民主党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呢？反正美国的民众嘛，3亿人无一条枪，政府停摆，4200万人挨饿，还能如此4平8稳，真的没啥可担心的。咱跟人家没法比，他们最恶劣的帮派也就1800人，超过1万人都直接去从政了。
放咱们家，从黄巾军到瓦岗寨，从梁山水泊到建国前的土匪，轻松10几万人。人家这250年裹小脑的功能啊，咱羡慕不来。那有些西方制度的善男信女他就不服了，说呀，你看人家总统反对都没用，人民想选哪个市长就能选出哪个来，管是穆斯林还是印度裔啊，一视同仁。我今天就要正本清源一下，封建制的基本特征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鼓吹选一个总统反对的市长这事儿，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搞封建迷信。封建迷信，封建制的真正形态，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冰与火之歌》里面的劳勃·斯塔克和莫尔蒙熊家的关系。再直白点说，就是大村子的村长带着小村子的一票村长一起去抢劫的关系。各地方封国城邦跟国王的关系是效忠和拱卫的关系，咱一起抢别人。城邦贵族的军队、财政、民众都是自己控制的，不是国王给予的。封建制是全部西方国家唯一的政治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城邦主人的家臣，就是莫尔蒙熊家这种代表的人，只对斯塔克效忠，他并不效忠于国王。同理，美国各州和联邦的关系的规则基础就是这个。纽约市市长效忠的是自己的利益集团的主人，而不是特朗普。这是一种政治原始的表征。这种内部结构在国王无法有效组织大家向外抢劫的时候，就会演变成一种内部协调性非常差、制度损耗极高的治理模式。说人话就是低级的制度只能靠巨大的利益分赃来润滑，一旦无赃可分，就会出现家丑外扬、缺乏凝聚力、难以有效治理的局面。伟大的西方起名专业想了个好办法，美其名曰这叫自由个性民意做主。美国要是真的人民做主，人民得多慷慨，就喜欢国家1%的富人掌握着99%的财富，4200多万人宁可挨饿都愿意做主，让大统领家族资产10个月翻3倍。实际上，美国也想步调统一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也想在面对我们这种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有准备有预判。但是封建制国家的弊端就决定了内部永远在进行囚徒博弈，就像他们现在这样，川普想对我们极限施压，希望取得收效，给大家分好处。但是在博弈的过程中，各封地的领主又想趁大统领权力对外的时候掏他的家底儿，这不就有了共和党连丢4成的情况。欧洲也是一样，看着是有个欧盟，其实都想死道友不死贫道。封建制国家呢，虽然想了个自由民主的好名，给自己的制度低级呢遮羞，但是呢，一直都还是想摆脱这个胎里带来的毛病的。唯一的药引子就是大国争霸，只要有外部强大的敌人的威胁，这个威胁足够近的时候，是可以迫使封建制国家快速的整合调动战略资源，步调一致的。所以他们就喜欢不断的塑造假想敌，苏联如此，恐怖分子如此，如今的俄罗斯也是如此。而我们坚决不上套，说最官方的套话，下最狠的手，乐于言，敏于行嘛。西方封建制的历史就决定了他们永远无法主动统一步调，内部斗争分化必然会降低彼此的效率，但这又是野蛮状态下最高效率的选择，把最损的那个带头人选出来，才是打家劫舍的好大哥嘛。再努力的将这种漏怯包装成一种制度优越性，实际上他们靠的是掠夺带来的利好，润滑这个低效率的制度。现在表壶和叙事都在失去魔法，而历史上同时赢得这几个摇摆州的州长的政党，通常都获得了中期选举的胜利。两党只要现在不断呈现出另一党可能上位的预期，投入回报周期特别长的制造业就不敢真的回流美国。另一党一旦卷土重来，现在的座上宾企业和国家就会被打落成对手政党劳民伤财的罪证。看看曾经跟老登如父如子的尹锡悦和司机现在的处境，就能明白谁跟现在可能会下野的政党走得太近，谁就可能会被事后清算。制造业回流是个系统性的，涉及到上下游整个产业链不断配合的工程，只要民主党支棱起来了，回流就没戏了。至于已经在建的项目，磨洋工这个词儿的洋字是什么意思？各位品一品。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更大的危机是美国原本就稀碎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被川普努力的用宗教粘了半天依然稀碎。民主党长期的价值观塑造或者说荼毒，最终还是改变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内核。这次当选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阿比盖尔以15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当选，成为了该州第一个女州长。新泽西州州长米歇尔谢里尔是以13个百分点的显著优势，成为该州的第一位女州长。也就是说，川普上台之后大搞意识形态复辟，废除多元化，独尊保守主义和宗教价值观，折腾了个寂寞，似乎还有点反效果。保守主义是包裹着亚伯拉罕宗教内核的，这个宗教就是有一个默认的前提，神是男的，女性是造物的肋骨，
这里面的逻辑呢，就是人来源于男性，这个在全球其他各种宗教里都显得挺奇葩的。大部分的原始崇拜啊，之后产生的宗教都是推崇女性的孕育能力的。如果说川普上台之后清算多元化是美国选民对民主党白左价值观的反抗，那如今2位女州长和1位印度裔穆斯林的胜选，又何尝不是对川普大搞宗教复辟的反弹呢？美国中兴的基础其实是美国民众可以被同一种价值观动员，就像当年的欧洲也因为封建制稀碎，但是可以在教廷的组织下搞出十字军东征，输出矛盾，团结一致，对外掠夺这个事儿来。但是当年美国建国的时候就没建立起来教宗和统绪，现在就更没戏了。那不能对外输出矛盾，就只有一个结果了。两党现在博弈的最前沿，交锋的最激烈的阵地，美联储是一定要出大招的。民主党胜选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川普上台之后啊，没有带来外部的资源输入，内部呢自然就是雪上加霜。民主党有意不让步，导致美国政府停摆。川普开始还想借此裁员削减支出，没想到被民主党打了个黄雀在后，停摆都破了记录了。现在不管大统领怎么高喊跟东大的贸易战咱赢麻了，民主党都把如今经济难以恢复的大锅扣在川普的头上，就他加关税破坏盟友关系，亲俄停乙导致战争延宕给闹的。随着政府停摆，4号的节目里我就说过，美国内部的流动性正在严重枯竭。现在市场里散发的 AI 崩盘的血腥味儿啊，已经把美国最著名的空头大白鲨麦克伯瑞吸引了出来。这位空头是电影大空头的原型，按照空头的一贯操作，目前发出风声做空英伟达和帕兰蒂尔，只是在发空头的英雄帖的阶段。帕兰蒂尔就是硅谷科技大哥彼得蒂尔的公司啊，让各路空头都看看市场的恐慌程度如何。他做空的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这几场关键的选举的最后阶段，市场由于空头巨震，你川普可以画 K 线，其实空头也可以。一口经济危机的大黑锅就在初步的雏形阶段了。那么鲍老爷子坚持了这么久，在中期选举前，如果把流动性紧张形成的危局坐实了，这口锅就一定会扣在大统领的头上。12月联储是否降息，真正暴露的将是两党的博弈战果。在佩洛西曾经背刺了共和党议长麦肯锡之后，如今切尼离世，两党之间没有了任何互信的基础和桥梁的情况下，利用不降息引爆危机，坐实共和党昏聩无能的概率在大大攀升。好戏刚刚开始，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